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今天是民国113年9月6号，我们第54次的直播，也是柯 P 被羁押的第二天。好，我们不能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这个是台湾整体的大事，不是柯 P 个人的事，也不是这些大家开玩笑的事，好，所以方医师今天要严肃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有3段式的节目。那第一段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童年心理学，不过走到第5集，今天上场的是自闭症的上集，理不了人，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理不了人。那第2单元呢，第2部分是这个方医师的侏罗纪时事公园。那今天上的菜呢是大菜，也就是柯 P 心理学。那这不容易啊，方医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来把这个柯 P 事件做一个心理学式的分析啊，没有任何开玩笑，或者说是去好像做什么操作之类的。好，那第3个单元呢，就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好，那照例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9月26号星期四的下午有举办我们第3场的图像思考的疗愈，图像疗愈的这个实体讲座。那什么人需要或者是想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包含那一些持续不断的焦虑，或者是过去曾经有创伤，那影响到你，那每天都过得不舒服，那这个门槛心坎过不去。那第2种呢，我们可以帮助到那些一直都有症状的人，比如说全身酸痛啦，觉得自己呢头痛头晕那这些呢已经缠着你10几年20几年了，那去做什么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一直有不舒服的症状，那是不是可以用方医师的图像疗愈法，然后来做这个自我的疗愈呢？这是一个办法。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参加我们9月26号的付费讲座。那怎么参加呢？直接扫 QR code， 那进去留言说想要参加，就会跟你联络。好，那以下我们开始进入第1单元。好，第1单元是童年心理学第5集，自闭症的上集，理不了人。好，下一章，并不是不理人是理不了人。不理人呢，还可以说我心情不好，我不想理人，我有社交恐惧症，我不理人。理不了人呢，不是这样，没有办法理别人，理不懂，不能了解。那我们这个柯 P 因为他算是我在台大医学院的老师虽然我没有直接跟他上过课给他上过课，那他还算是这个老师等级的，所以我尊称他是柯 P。那柯 P 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社交很差就人缘差，做事比较白目，那感觉到鲁莽或者是没有礼貌所以这叫社交差。所以柯 P 的特色第1点就是在对人方面感觉呢社交有问题，那这个已经算是被大家呢确定肯定的事情了那柯 P 的第2个特色是他 SOP， 他做什么事情呢讲求 SOP 必须要有固定的步骤所以这是他对事情做事情的态度所以从这2个特点来看柯 P。那柯 P 是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自闭倾向的人格呢？他有这样的病吗？然后人家说他是亚斯伯格症，那亚斯伯格症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从柯 P 做这个临床个案的一个讨论分析好，下一章。那有没有一种病这种病的特色就是
对人他是看不懂的，然后他是白目的，他是自以为是的，甚至到最后是不理人的。好，有没有这样的病呢？这样算是病吗？还算是个性不好而已，心理特质的问题而已，还算是已经到病的层次了。那这样的人呢，有没有他对事情啊、对事物做事的方法，他是偏执的，他有固定的步骤的，他是重复的行为的，那对人对事是这样的一个调性的。那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病？有这样的病。下一章。好，那这个呢是从这个网络上这个截取的一个资料那提到说婴幼儿的一个特征10个有自闭倾向的婴幼儿的特征。那这样子婴幼儿在很小的时候，他对人的部分呢，他对别人不会产生微笑你知道逗小孩婴儿他会笑嘛？他不太会微笑。那如果你去伸手要去扶他他也不太理你，然后他也不会用手势的交流，那他只注意在自己身上，那没有眼神的交流。那语言的发展呢是比较慢，因为语言是要理别人的工具嘛。他既然不想理别人，他语言的发展呢就会比较慢。那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所以他也比较不模仿，在声音跟动作上呢不模仿。那这样的婴幼儿的特质呢，在对人的部分呢，就展现自闭的特性。然后在这个动作方面他会有一些不断重复的行为。那他对某种游戏呢，他特别喜欢的玩具特别喜欢的，那他就一直玩一直玩，重复的玩。那他有一种某种偏执固定的特性那像这样子的婴幼儿呢，就出现自闭的一个特征下一章。那等到大一点呢，这些儿童在对人的部分呢，也会展现一些自闭的特性呢。比如说他跟人的交流缺乏眼神的接触他没有办法理解别人，那他也没有办法用眼神呢去这个做交流接触。那口语能力呢普遍缺乏，因为讲话才是跟人家沟通的工具嘛。既然没有跟人家沟通的这个需求，口语的发展就会比较慢。那他对于触觉呢，人家碰他他感到敏感，他不喜欢人家碰他，一碰他就会反弹，很不舒服太敏感。那有时候呢，在不适当的场合他会突然大笑或者是哭泣，或者讲话很大声，完全无视于别人的存在那想要做什么呢，就马上做什么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在群体之中呢，比较难建立适当的人际关系他会被当作是比较另类的异类的人所以对的方面呢就有这些异常。好，下一章。对事物方面呢，对事物方面，比如说声音他会特别敏感。那一般呢，我们这个比如说在咖啡厅他就受不了杂音太多，他赶快要逃走那他大而化之呢，有危险呢，他也不太反应那至于对特定的事物呢，他会特别的执着，所以他总是有一些事情呢，他是非常的偏执的，一定要这样做的既然已经是这样做的，他已经很难接受改变了。所以方医师从婴儿方面的观察，一直到儿童对人对事物的观察，那产生这样的特性。这样的特性呢，被定义为自闭的特性下一章。那像从婴儿一直到儿童，理不了人，这个理呢就是理解不能理解别人，理不了人，这样算有问题吗？他看不懂别人的眼神已经在生气了已经在不爽了别人已经在用肢体用眼神在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的，他还是不能理解，那这样子有问题吗？下一章。我们的大脑里面在这个外侧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镜像区这镜像区它是包含了这个图上画的这些区域然后这算大脑里面一个高级的区域那这区域在做什么呢？它就在看得懂别人的。当我们看别人在运动的时候呢，这个打球的姿势动作会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重演一遍那我们听别人讲话的声音也会在我们大脑里面重放一遍
所以我们都靠这种重新模仿、重新放一遍来理解别人的。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人，然后你可以理解他，你看到他很痛苦，你的大脑也会演一遍这个痛苦，所以你会感同身受呢。好，那这个别人的肢体、别人的眼神、别人的动作，那你在大脑里面重演一遍的区域叫做镜像区，它算是大脑里面一个高级的功能。那会不会刚刚提到的那些自闭倾向的小朋友，这个高级的功能发育不完整呢？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无法去理解别人呢？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自闭症在这个大脑的镜像区，它发展不足，所以他看别人的表情他看不懂啊，他听别人讲的这些双关语啊，这个幽默的话啦，他听不懂，他必须要直直白白的，所以他看不懂听不懂，就是因为镜像区的发展不足。那怎么样来侦测这件事情呢？在早期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实验它叫做模仿电池啊，模仿电池啊，什么意思呢？你请一个小朋友来，然后跟着你一起做，比如说你拍手，你挥手，那他就要跟你做一样的动作，你张嘴，他就要张嘴，你眨眼睛，他就要眨眼睛，你用梳子梳头，你用这个拍手或摸头这些复杂的动作，看看小朋友跟不跟呢？这么基本的事情，照理很简单嘛，应该就跟嘛，应该就模仿这个测试者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嘛。光是这样的模仿他们就做不到，没有办法配合。所以这叫做模仿电子的心理测试啊，看看小朋友模不模仿，能不能够模仿，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能力的问题。好，来下一章。那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能不能理解别人啊？能不能理解别人？那这叫一个沙利与安的实验啊。那这个有两个洋娃娃，一个叫沙利，一个叫安。那这个沙利把这个苹果放在第一个篮子里面，那他就离开了，沙利就离开了。那这个戏剧是要演给小朋友看的然后呢，沙利把苹果放在篮子里之后，他离开旁边那个安那个穿黄衣服的安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移到隔壁的箱子里面。那这时候沙利回来了，那就问小朋友说，沙利会在哪一个箱子找苹果？那你猜呢？如果正常的沙利应该在哪一个箱子找苹果？应该在篮子里面找苹果嘛，因为沙利没有看到安把那个苹果换掉了嘛，换到箱子里面嘛，所以合理的这个答案应该是在篮子里面找苹果。可是如果有自闭的小孩他都会说在箱子里面沙利应该在箱子找苹果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沙利的角度去看事情，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角度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沙利不在现场，沙利应该不知道被换掉了他自己看到他就以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天底下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想法所以能够理解别人的正常小孩他会选篮子，不能理解别人的小孩呢，他会选箱子就在箱子里为什么沙利没有在箱子找苹果那沙利没有在现场，当然不会嘛。所以刚刚这两个测验呢，都可以加减减的看到自闭的倾向，不能模仿别人的动作，不能理解别人的想法。好，那在这个皮亚杰，法国的心理学家，他提到2岁到7岁呢，他的认知发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一切的一切都只了解自己那这个自我为中心到了7岁以后呢，应该可以理解到别人的想法所以从自我到加上理解别人，这是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可是自闭的想法呢，他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之后他没有办法跨越到理解别人的想法，那有可能是大脑的镜像区这些高级的神经的网络呢没有发展到那里，所以无法理解别人的想法，这是一个先天上的发展的一个缺陷。来下一章。
所以在婴幼儿方面呢，你跟他玩跟他斗，他不理你，没有笑，没有动作，没有反应，不跟人交流，这是婴幼儿的自闭倾向。一直到儿童，他不能理解别人的想法，包括表情，包括动作，包括手势姿势，包括一些话语，他都没办法真的理解，所以他不太跟人家交流啊。你不能理解的东西跟他交流干嘛呢？所以他的语言跟眼神这个都不能交流嘛。那他会怎么办呢？既然无视于别人的存在，就为所欲为啊！想要笑他就笑，想要讲话大声就讲话大声，想要拿这个东西就拿这个东西，就变成小霸王一样，我就要啊，不管这样子，那就为所欲为。那这只是他的这个社交跟人家交流的部分的一个缺陷，那还没有那个提到他行为上会有一些固着跟重复的动作。那因为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上集呢，就是在把它集中在这个跟人交流的社交的一个缺陷上。下一章。那因为看不懂别人看不懂别人的意思所以造成社交的一个屏障，一个障碍，跨不过去，所以他就呢会怎么样他就一直白目他做的行为不恰当，自己也不晓得，那别人笑他，甚至骂他，他也不晓得自己做错什么所以一直白目，一直白目那如果一直白目下去，然后他就自以为是他还会想说我就是想要这么做嘛，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一直白目变成自以为是那有些人心智发展呢，没有，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有些人呢，这个障碍更大，他已经完全可能把别人的行为这个完全没办法这个理解，所以他很极端的就是我不理别人对他来讲呢，一个人跟一台冰箱一台摩托车好像没什么差别嘛你不会特别去理一台摩托车所以他就不理人了，完全把自己封锁在自己里面，不理别人。下一章。好，那有这个 DSM 也就是这个精神医学的这一个评断的诊断的标准那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闭症倾向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它第一个占了100%，最一定要的是主要的核心的症状，在任何情境下社交沟通及社会互动有缺损，这叫做自闭的这个诊断是100%要这样的这个自闭症的诊断涵盖这个症状。那第二个呢，占了80%，他们普遍会有局限重复的行为那对兴趣呢也非常的固着对活动呢也非常的单一重复。那这两个呢，必须要在童年的时候就出现，因为它是一个大脑发育的问题嘛。那这样的症状已经足以造成他日常生活的困扰了日常生活的困扰。那这就是一个自闭症诊断的标准。下一章。那一般人其实这个不是单一的说你是自闭症，你不是自闭症因为这个大脑的发育呢，也不是有发育没发育，它是发育的一个频谱有一点发育有一点不发育，是这样的一个特性的。那一般人也有自闭的倾向他也不太理解别人像方医师有时候别人讲什么话也不太听自以为是的程度也很大所以我认为我也有自闭的倾向如果你自闭倾向更明显的，已经明显到被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怪那这个人做事白目这个人呢真的很不好相处，那你可不可以说他叫做亚斯伯格症？比一般自闭倾向的人更自闭，但他是可以沟通他还是有在社会上活动他还是可以跟人家做一些比较简单单向的自以为是的交流那这样的这个情况被概括为以前叫做亚斯伯格症那如果到这个社交能力已经很差了，不理人了社交活动关闭起来了，那叫做自闭症不理人，理不了人，然后关闭起来叫自闭症。那自闭症又分为2种，这种自闭症有高功能跟低功能那你不要讲说高功能就好像脑袋功能很强，比人家更厉害，没有，他们事实上他们叫偏才的，偏一边的偏才，不是天才，偏才，所以他们对某些事情呢会特别固着，特别有兴趣，然后甚至会发展出专有的能力
开得很细啊，那这种叫做高功能的自闭症。智能障碍可以是正常的哦，甚至超越人家的哦，但那种超越不是全面性的，它是偏财、局限性的。好，那如果连这个智能呢都不够，智能是低落的，又不理别人，那叫低功能的自闭症。所以方医师说，把自闭倾向、亚斯伯格症、高功能的自闭症到低功能的自闭症，算是一个频谱了。那现在已经没有人分得这么的这个复杂了，他们就认为说，对。这叫做自闭障碍频谱，好，自闭症频谱障碍，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病呢，它只分为需要帮助，需要比较多的帮助，需要很多的帮助，分为3个等级了。那亚斯伯格症被认为需要一点点帮助啊，好，需要一点点帮助，好，那至于高功能可能要更多，然后低功能需要非常多的帮助，那这样的比例占多少呢？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轻啊，所以50% 呢，上一张，50% 呢，大概有一半的人呢算是低等级的，只要轻微的帮助就好了。然后再重一点呢，占3成5啊，那这样很严重的，完全不理人的，然后呢，整个生活都崩溃的，需要家长这样陪同的，那占15%。好，那这一张，下一张来，那方医师用这个模仿这一张图是方医师的作品就是模仿马蒂斯的这个跳舞那外面的世界呢，大家在那边跳来跳去的，自己呢完全不受影响，关在自己的城堡里面玩自己的玩具这张图就来强调说，我完全跟外界呢失去交流，关在自己的城堡里玩自己的玩具。好，那这是最后一张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因为失去他先天上的大脑发育，让他跟别人的交流受到限制他的社交障碍呢，这个让他省下这些力气呢，去发展跟别人交流的关系。所以他把力气放在哪里？放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呢。那比较严重的这个自闭症的小孩甚至会发明自己的语言呢。他每一个东西他都自己叫名字，比如说这个电脑，他就说这叫做 KK， 这叫叉叉。那他会发明自己的符号所以你要看过自闭症小孩子的那个笔记本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符号，所以他有自己的语言。那他自己做事的方法呢，有一定的一个规矩那他会固着在那个规矩上，一定要这样子做。早上要喝茶就喝茶，不能喝咖啡。喝咖啡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定不能那自己的价值观，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人家比对了，所以他衍生出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来，甚至他觉得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他有自己的道德观。所以你看如果他脑力还够的话，他会营造出自己国度里面的所有的法律的，所有做事的方法的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度里面、国家里面当自己的国王，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设定的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一般人社会上的普世的这些事情是好事，这些事情是坏事，这个人是好人，这人是坏人，他没办法理解因为他不是用你社会性的标准所以说他很自大、很白目，他也不了解什么叫做自大，这样叫自大，他也不讲，这很丢脸，这叫丢脸，这样很丢脸吗？我在公众场合讲话很大声，大家都看着我，这就是等于丢脸吗？他们连这个界限都不知道，也不在乎，也没反应。除非你跟他讲，这样不适合，很丢脸，那他也觉得，这样不适合因为这样不对然后有些呢会做一些调整，有些人比较难调整。那以上今天是自闭症的第1集上集，那我们下次呢要讲自闭症的下集。那关于这个为什么会有 SOP， 他大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会不会他常常就是见小不见大，见树不见林然后小事情呢斤斤计较大事情呢一塌糊涂。好，那这个第2个特性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喝个水哈。这个今天的重头戏就要上场了哈。今天重头戏就要上场。好，各位好，这是我们的第2个单元《侏罗纪14公园》啊，《侏罗纪14公园》。那这个题目哦，这个我本来要叫做不能苛责啊，好，这个忍中间有一点啊，就不能的，不再忍耐的，然后苛责这样子，也可以说不能苛责。那本来那个题目很取巧啊，不管是科还是科粉哦，都能够接受这样子。那我把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叫做把政治交给雅思啊。我们刚才已经提过雅思了嘛，有自闭倾向的人，把政治交给雅思，然后呢，好，那我们展开今天这个话题。首先有一些状况科比算是我台大医学院的老师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我早就知道，听同学讲话就是很直接的人，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了。那我在柯 P 选2次市长的时候我都是投柯 P 的，他第2次选市长在北门选前之夜啦，我这个阿伯骑着摩托车到北门，在这个寒风苦雨之下支持他，一个人默默的给柯 P 支持所以我这个阿伯给另外一个阿伯加油在场都年轻人呢，那我已经算是阿伯等级的呢，那给柯 P 加油这样子。那我上次呢政治上的失恋政治上也会失恋呢，是阿扁市长，他第1次这个当市长，然后之后要选第2次连任的时候落选，那在信义路摆个台子那时候呢我在台下呢眼泪簌簌的流啦。那时候我老婆还没结婚是我的女朋友她可能都还怀疑我比较爱的是阿扁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有2次政治上的失恋柯 P 算是第2次这样子，所以方医师这个人也算是属于世人不明的人2次被骗遇人不淑。所以我决定今天要好好的来反省但我反省的方法呢，就是用方医师的心理学来反省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是柯 P 心理学。那我们还会讲科草心理学跟科黑心理学，总共有3种心理学，柯 P、柯黑跟柯草。这3种心理学呢，我们今天就讲柯 P， 那下次我们讲柯黑跟柯草，他们也有心理学的呢。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阿伯这个柯 P那心里很乱嘛，然后他就跑去庙里面找那个师傅那师傅呢就给他一个袋子跟一台推车。那阿伯想说，那就是叫我去扫地嘛。那阿伯就一直在把树叶装到袋子里面，他装了很多树叶，然后就回头看师傅那师傅就跟他说：“你在装啊，你在装啊。”那阿伯就继续装这样。那阿伯装满了之后呢，就把树叶那袋子放到推车上。那他想说就把这个树叶的袋子推到旁边去。那他推。然后他就回头看那个师傅那师傅就说：“你在推啊，你在推啊。”所以这阿伯就受教了这样子。好，那阿伯是一个，我们这样讲阿伯好像不太公道，感觉上方医师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如果有自闭倾向的人，他也不会装，也不会推他算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对不对？所以阿伯，我们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看阿伯。这样子对吗？这样合理吗？他会去装吗？他会去演吗？所以方医师在告诉你，阿伯是装的吗？阿伯是演的吗？他会装会演吗？那阿伯从账面上来看这个算是送给财团200亿200亿多了那你知道吗？就算你吃贵一点的便当一个便当200块那小草这个你知道吗？200块便当如果给小草吃给柯草吃，200块便当200亿可以吃几次？吃1亿次呢？
阿伯送人家1亿个200块的便当，难道小草都很甘心吗？都很愿意吗？小草道德感比一般人低落吗？小草会支持阿伯给人家1亿个200块的便当吗？好，这个是我们以后下次要分享要去讨论。那台大的这个一些医生有发文啊，他们说最近他们在医院见面都会击掌这样子，击掌这样子，击掌，然后呢，半夜3点多呢，有一个值班的医生起来看阿伯有没有被羁押，就没有被羁押就睡不着这样子。方医师半夜有起来，这个看那个阿伯有没有被羁押，然后也是没有被羁押。那第一次晚上，所以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科黑的心态，好像一直希望阿伯会出事啊。那当年跟方医师一样，我们都支持阿伯去对抗万恶的国民党，对不对？对。当你在支持的时候，大家是什么心态？然后呢，我们推着阿伯去对抗国民党的时候，去对抗林胜文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多么爱他，对不对？对。多么保护他，偶像。偶像嘛。现在阿伯这个后来转性了，然后比较秋了，大家看不下去了，那由爱生恨啊，天天都盼着阿伯出事啊。那阿伯终于被羁押了，那科黑有一点失落感，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吗？就这样。没有。好，那这3种心理学就是科批心理学、科草心理学、科黑心理学，好不好？那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新的梗啊，我们不会这个好像开玩笑一样，也不可以骂人家，阿伯也没有很可恶啦，比阿伯可恶的人在外面很多啦，什么这个家暴妇女啊、贩卖人口的还很多啦。阿伯只是一个讲话很随便、做事没有底线、随随便便就送人家200亿的人啊，对不对？这样子有很可恶吗？随随便便送200亿的人有很可恶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不是从政治分析去看说谁会得利，谁占到便宜啊。我们今天就从心理学分析我们把这10年科批事件一次做一个总复习好不好？首先这个科批心理学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台湾社会就好像小朋友长水痘、长麻疹长完麻疹、长完水痘，一辈子就免疫了嘛，对不对？那至少可以获得一辈子的免疫力啊。那我们这一波的科批的瘟疫科批的水痘、科批的麻疹，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台湾社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免疫啊？会不会下次科批不见了，又出现另外一个科批，嘴巴又在讲说公平正义啊，什么透明啊？这个人会不会是我们黄国昌委员？然后让我们继续这个得到下一次的瘟疫，然后我们再掠夺下一个世代嘴巴上又在讲公平啊、正义啦、透明啊。好，那其实这个蓝白两党提到什么反质询啊，或者是什么？你看他们最近在回答这个记者会上，多少次反质询，所以自己如果能做不到的，也不要太要求别人。OK， 好，那这是属于科批心理学。那科黑跟科草心理学是什么？那些看戏的科黑跟科粉，然后有一种看戏的心态，因为小草都说科批很有趣，科批不无聊啊，很有趣不无聊，对不对？这很重要嘛，谁有趣谁上台，谁有梗谁上台。那曾经的那个科黑了就说叫阿伯冲啊，阿伯冲，阿伯这个头壳坏掉那个很会冲啊，然后大家就鼓励他冲这样子，很勇敢很勇敢这样子。那大家舍不得他下台啊，希望阿伯继续冲，继续搞笑就好像在马戏团看戏一样看猴子在那边耍。那有一天猴子站到你头上来了，你受不了那猴子在耍的时候，你给他拍拍手那美国有这个川普也是很有戏，你知道吗？那台湾也有科批不遑多让所以政治变成一种表演活动，已经没有人在关心这个实质的内容实质生活上、法律上的内容。那一般人的演戏我跟你讲，一般人的演戏已经不够看了，你必须要找一些有一些自闭倾向啦比较怪的人来演，才算够看所以大家口味越来越重。那如果一直保持看戏的心态那
那我问你，下一个上场的人是谁？难道是我们黄委员吗？尊敬的黄委员，继续怒吼下去吗？用吼的，然后大家觉得很有戏，那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再掠夺下一个世代。好，那我要讲柯 P 心理学有3件事情，我从3个角度看柯 P 的。第一个柯 P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我重复3次的柯 P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柯 P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这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他始终如一啊，不管以前在学校念书啊，念书也不用跟人家交流啊，考试考好就可以了啊，然后一直到台大当地下室的医生啊，然后在地下室当医生也不用开刀，然后靠嘴巴也是可以当医生的但是也不用跟人家交流，因为外科医师再加上做加护病房，真的不太需要跟人家交流。后来选市长，然后到这个想要改变台湾，然后送人家200亿，现在抓去关。虽然看起来柯 P 一直在改变他的身份但是始终如一，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柯 P 有自闭倾向，他理不了人，所以他从小到大他就发展出他的自我，他那一套来，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有亚斯伯格的倾向所以这个他智能正常智能正常，但是呢，他这个把所有的智能呢，在发展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而不是发展在理解别人身上那理解不了别人会怎么样？他从头到尾就发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那有自己的做事方法、价值观、社会观嘛。那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普遍的社会的价值观跟道德观，这跟他无关他有自己一套标准就对了。那这种个性的人这种自闭倾向的人呢，如果去做事情去当一个科学家，不需要跟人家打交道的，有时候会走出一个新的路呢，甚至是一个比较超前的，可以带领科学的发展的人。但是如果你出来搞政治就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这种个性自闭倾向很白目的是没有办法搞政治的，因为大家没办法认可嘛。这个做事怪怪的，讲话怪怪的，你还要让他来当我们的领导，来领导我们，对不对？大家都一般是没有机会上台的，没有这个机会上台的，只有一种情况下会，什么情况？就是国家社会有危机的时候有这个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然后一般的方法已经比较难解决，大家会给特别的人特别的机会。比如说这个20世界大战的那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那时候国家很乱那经济也很差然后大家没有办法解决那一个叫希特勒的，然后就说要重振德国讲一大堆好听的话大家就信了嘛。那你就是因为怪，所以我给你机会，你不怪还不给你机会。那最近这几年，阿根廷有一个那个总统叫做米雷亚那这阿根廷经济很差，大家都觉得很差了啦。刚好这个米雷亚是一个经济学家，非常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他打算把银行什么都关掉的经济学家。那这样经济学家，他平常也没有在整理头发，比方医师的头发还要乱。然后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是挥舞着什么电锯，你知道吗？电锯他是电锯狂人结果竟然这个阿根廷把这个国家交付给这位电锯狂人。那大家都以为经济不能再更差了吧，已经很差了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结果没有更差，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结果他竟然可以把阿根廷的经济再继续下探那柯 P 当时的舞台是什么？柯 P 是一个比较自闭倾向的人呢，他怎么会有机会出来？他连里长、连议员都没有当过，直接就当台北市首都市长，那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没有人敢出来选那个台北市长。然后我们的连胜文公子呢，自从获得国民党的初选以后，就带着老婆跟一票兄弟们到日本去庆功了。然后这时候在庆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柯文哲，他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全部人都
你去，好，那柯文哲就打败连胜文。那后来呢，柯文哲就成为压制国民党，因为那时候丁守中要选那个台北市长嘛，他就成为可以压制国民党的丁守中。那后来又压制民进党，好，所以柯文哲一直在扮演这个救火的角色，就你去这样子啊。但是我跟你讲，柯文哲因为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些普世的价值，什么叫做道德的界限啊，等等，他可能会造成一些核弹级的灾难。像那个希特勒，他也是吃素你相信他吃素吗？那他很爱护小动物像这样的人，他竟然为了他的理念，你看那个漫威的漫画叫做萨诺斯，他也是很那个然后这个漫画人物里面，为了要世界能够进入轨道，他说要消灭一半的人，所以这个都是很崇高的价值，但是乱七八糟的方法然后这个我讲一个笑话好了有一只聪明的小猪然后他就是要被当作烤乳猪了，然后他很担心就跟厨师说，你不要烤我，你不要烤我。那厨师看他这个小乳猪很聪明他就说好，我考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答我就不考你。这只小乳猪就说考我。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台湾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架子上，考我。所以你不要一种看戏的心态，然后呢叫柯文哲柯 P 去冲，然后这个把柯 P 用在那个位置上，那自己就当做那个乳猪那以前柯 P 帮你冲的时候，你一直在鼓励他，那现在柯 P 爬到你头上来了，你又受不了所以这个台湾把自己放在架子上，考我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柯 P 从头到尾始终如一，他都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我们来提到那个柯 P 的道德感柯 P 的道德感有一种社交恐惧症的人他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因为他会害怕，很内向所以他不太理人的，因为他理人他有压力嘛，他对于人际关系异常的敏感想得很多。但是柯 P 不是这种人，柯 P 他的自闭倾向，他是理不了人，而不是不理人他没有想太多，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说这个关系是怎么样你在想什么，他从头到尾只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发展自己的想法，他没有花一点力气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最后他也不想理解的，甚至不屑去理解别人的想法那以前他跟他的那个助选的大将姚立明见面那姚立明就说跟他再见的时候下了楼之后他就直接走了。一般我们还会说再见，对不对？他连再见都没有说，直接走了。那姚立明就觉得哇，很特别这样子。那你说这个柯 P 他这样直接走，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很夸张吗？很没有礼貌吗？他故意要羞辱那个姚立明的吗？不是他是他助选的那个大将他怎么会故意要羞辱他？他就是率性而为他没有要不礼貌也没有要不道德他的那个这种讲法是你说他不礼貌是不精确的，因为要讲一个人不礼貌他至少要知道礼貌是什么，那知道礼貌是什么才可以故意不礼貌那我们柯 P 可能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礼貌的界限是什么，所以他没有要故意不礼貌你，他就是率性而为因为他没有过那个群体生活的基础所以只有知道礼貌跟道德界限的人才能够主动的不礼貌跟不道德。那柯 P 没有那个界限，所以他没有办法主动的不礼貌跟不道德。只有懂他的才会了解他、接受他、包容他这些行为你知道柯 P 他最后第一次羁押跟第二次羁押庭他进去的时候，那不是都带着一抹微笑吗？一抹微笑，别人都会遮遮掩掩怕被人家看到柯 P 不需要，他没有遮自己脸，他看到别人那边拍照一大堆人他觉得很好笑他这个时候他没有感到什么丢脸羞愧啦或怎么样，他只是觉得好笑，然后他就直接笑了，这就是柯 P，这是100%的柯 P
那柯 P 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吗？我们来尝试了解一下柯 P 的想法。柯 P 他后来这个好，人家说感觉像皇帝一样，你知道吗？像皇帝一样，那周围就围了一群那个类似宫女人家都说宫女，那有些人还会被他贬为像狗的等级的，你知道吗？比如说这个疯狗这个是狗别人家的狗这个抓去这个管好一点，所以他带了一群宫女跟狗要干嘛？要改变台湾他本来要创造台湾的新的盛世，你知道吗？那柯 P 甚至讲说，如果没有柯 P 台湾会灭亡，至少是会沉沦的。柯 P 这样讲柯 P 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这样想。他认为说他的逻辑是这样，他觉得要救台湾避免沉沦，避免灭亡需要柯 P 的，需要民众党所以如果帮助柯 P，帮助民众党，就是在帮助台湾，就是在救台湾。所以人家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所以柯 P 他先买房子给儿子，那家里存了一堆钱，让自己家里呢无后顾之忧啦。然后呢找这些财团呢准备捐钱给民众党，那民众党算是他们自认为说是干净的第三势力所以这些钱呢，这个都是为了救台湾用的。柯 P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自己都没有吃很好都吃便当而已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些社会的资源、台湾的资源、财团的资源呢，来帮助柯 P，帮助民众党。那柯 P 跟民众党呢，就可以帮助台湾了。那他自己都说，他都吃便当，他没有吃很好嘛。然后我们黄委员都说他吃便当吃得很快你还记得上一次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是谁吗？上一次那一个吃便当的政治人物，就是我们阿扁嘛。我们阿扁总统当年也是以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人他们也是要救台湾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只要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人呢，他们要救台湾，你就要小心因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他们一套的逻辑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柯 P 的道德感呢，你要讲柯 P 的道德感，柯 P 不是没有道德，不是鲁莽，不是没有礼貌，因为他不晓得那个道德跟礼貌的界限在哪里第三个，柯 P 因为这个自闭的特质他变得有一种神秘的特性。我最后这一段讲完，因为柯 P 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所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被人家解读成什么？这个人好有想法，好特别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这个人呢，因为不能审度这个时事，这个人好勇敢好无惧他是这个样子的。那一般如果是社会上发生问题，就需要这种特别的人柯 P 就是那一道菜。像早期这个英法百年战争呢，一个叫圣女贞德，那他就跟那个军队说我跟你讲神告诉我，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布局，就他讲的竟然是有道理，是对的。后来他就带领法国的军队反攻一个10几岁的少女所以这个有神秘性有神圣性那后来阿扁跟川普，子弹不是打到川普，打到阿扁，那都没有把他打死所以这个也造成某种这个天选之人的特性那柯 P 人家都说他不贪认真做事他会打败财团会重建社会正义小草都这样说的嘛。那小草给柯 P 造神，那柯 P 呢自己也给自己造神，柯 P 自己给自己造神柯 P 不了解说他的崛起不是因为他多厉害，他是因为因缘际会然后他自己呢这个还以为自己本事无穷所以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这样。那后来他一直以为他已经提升到可以救台湾的甚至皇帝等级的人然后他可以随随便便叫别人都是狗宫女之类的这不是文学性的描述柯 P 他的内心有可能是真的这样想，他觉得他已经到达救台湾的或者是皇帝的等级那现在还有一群人还在迷信迷信柯 P 就是这样的人，甚至柯 P 自己相信自己还是这样的。柯 P 早期演那个救世主救台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演皇帝。你知道现在柯 P 在演什么？现在柯 P 的角色在演什么？他在演什么？
民主斗士壮烈牺牲啊。他现在第3句啊，第3幕在演民主斗士。你看第2次羁押的时候，柯 P 的眼神柯 P 的眼神已经改变了。他之前那个不知道是谁讲的，黄委员讲说，柯 P 站在那边一直看着那个摄录影机啊，看到赖清德在看他。我真的担心他有一点那个，因为压力太大，发展出那个幻觉，你知道吗？这个很可怕的。那他觉得他的内训剧本就变成说，我要被羁押了，我要被关了，我甚至可能要为台湾民主牺牲了。所以他第2次到法庭到那个地检署法院那一种我是台湾的民主斗士，充满他的心里面他完全无视于他以前做的犯罪事实，他现在一心一意可能进入这个情境里面，我要当台湾的民主斗士。那有一些科草，你知道，他也在这个情境里面他们可能会这样讲：你今天消灭了一个柯 P 啦，后面还有千万个柯 P 啦，为了台湾民主被牺牲了啦，这样说不是很壮烈、很美，对不对？国家机器这个戏比较好听、好看嘛。你不要再跟我讲200亿了，被牺牲了，被为台湾人牺牲了，为台湾民主牺牲了。好，我们直接讲结论了。这个阿贝的自闭倾向是真实存在的，他理不了人他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不同的剧本在演。那你说阿贝很特别，很有想法，阿贝没有很特别的，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贝很勇敢，很无惧，他没有很勇敢无惧，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贝讲话很没礼貌，很粗鲁，他没有很粗鲁，没有很有礼貌，因为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礼貌跟粗鲁，他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阿贝好像送钱给财团，没有道德感什么的，讲话都没有底线，做事没有底线。阿贝不是这样。阿贝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做事情是讲究方法，讲求工具性的，所以他没有故意要没礼貌，没有道德。所以结论就是阿贝不是特别，不是勇敢，不是没有礼貌，不是没有道德。阿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察觉到别人的世界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要不要苛责他？我们也不忍心苛责他。但是如果你放任这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政治众人的事务交给像雅思这样的人是台湾人自己在开自己的玩笑。那阿贝其实他是有复国计划的，他要救台湾但是这个救台湾这种剧本事与愿违了。那现在呢，在演下一幕就是壮烈的为台湾牺牲了。人家说小草不放弃，阿贝就不放弃了。这样子就可以改变台湾了吗？还是一个舍不得下档的戏了？这个戏已经演了10年了啦，那我们都算是演员啦。你也不要说阿贝在演而已啦，阿贝因缘际会柯黑柯草都曾经推了一把。那我今天就先把阿贝的心理学讲这3点。那大家希望从心理学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算得了一场水痘麻疹也要得到免疫力不要让下一个类阿贝的人呢又来这个掠夺下一个世代了。那我下个礼拜还会针对这个柯黑我就算柯黑嘛柯草来做一些心理上的分析。好，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黄渤有没有什么 comment？ 你算柯草吗？曾经柯草，现在我要往柯黑方向前进。一直当柯草的人呢，老实说也是很浪漫的人。柯草就是一心一意要救台湾嘛，他希望台湾能够更好，越来越好。那他只是一时被一个人说我可以救台湾嘛，然后就被他迷惑了嘛。那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思觉失调的人，他说我要救台湾，那走得太夸张，你也不信，对不对？笑那刚好我们柯 P 这个又是台大医学系的那又是这个很多讲渭水什么的，这大家就信了嘛。不过我们还是要我们当这个观众还是要机敏一点，好不好？那是戏好，那我们来回答这些观众的问题。蔡小姐，她父亲已经70岁了她说父亲40岁就退休了，然后呢，这个
这个蔡小姐呢每个月给她一半的薪水，好，那父亲说如果不给我，我就断绝关系，然后还帮她算说小时候奶粉钱、尿布钱是多少钱这样子，那觉得说她自己蔡小姐觉得说父亲到现在都是钱这样子，她觉得很难过，哦，觉得很难过，那不知道怎么样适应这样子，呀，那基本上哦感情到最后只剩下钱了。没关系，拿下，这样看比较清楚。到最后只剩下钱啊，亲子关系到最后只剩下钱，人家说养儿防老啊，都是只剩下钱，没有这种情感的联系，那这个还这个债也是会还完的，哦，人再怎么好还那个债也是会还完的。那我觉得你蔡小姐自己觉得说她已经还完了，那在台湾呢有一个叫遗弃罪啊，你知道遗弃罪不是不给钱就是遗弃呢，你不给钱，而且他还要过得很悲惨，那这样才叫遗弃罪。如果他过得不悲惨，那你不用给钱，也没有算遗弃罪，法律没有规定说这个子女都要孝敬父母，每个月要给多少钱的，没有这种规定。但是你刚好你爸妈亲人呢过得很惨，那你又1毛钱都不给，这样就有遗弃罪。那你父亲领退休金，可能过得好好的啦，那他现在只是跟你情绪勒索啊，那就跟你说你不孝啊，那到处跟你讲你不孝啊，那你过不了那个心坎啊，那就一直给钱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是说什么有钱没钱，我会给钱这个宁可自己过苦一点啊，也不想再去有这个精神心情上的一个负担了，我宁可自己再去认真赚钱，然后把这个关系弄得简单一点。要钱还算比较简单的，有些人是要钱也要人呢，那很可怕呢。那比如说你今天父亲不要钱，那另外一种母亲好了，天天打电话，我头好晕啊，我这次应该很惨啊，叫你要来，叫你要赔。这也是另外一种勒索，所以金钱的勒索，情感的勒索，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在国外啦，尤其是北欧啦，跟那个美国，这个父母也有使用期限的。他们小孩子离开，然后他们如果接到电话说，你爸妈不好，那关我屁事的样子，送医院啊，我们每年我缴40% 的税，你还不送医院？一直到真的有问题，他才会飞回来。所以父母参加小孩的婚礼，小孩参加父母的丧礼，就这样而已。使用期限18岁结束，分得清清楚楚的。那一直到地中海的国家、亚洲的国家，那家庭的关系会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个我也没有好的解答。基本上如果你父亲只要钱不要人我觉得还可以的。你宁可去打工然后把该给的钱，但是不要再增加，否则会食髓知味了。那保持距离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算小事了。好，林先生，他有怕冷的神经疾病，会怕冷，平常办公室25度，但有时候身体会感到特别的冷，甚至到畏寒。他平常爱爬山，平常有健走的习惯。那一个会爬山、会健走，照理来讲，心理素质、运动素质应该算蛮强的啊。他不怕热啦，但是怕冷啊，那怎么可能呢？基本上你怕冷这件事情呢，你有怕冷的情节啊，不是神经的疾病啊，是比较精神上的一个情节。被冷过了，冷到怕每次看到冷就觉得会不舒服啊。那怎么去调整你这个怕冷的情节？你就把你去运动、去爬山那种勇敢的画面，拿来连接你怕冷的画面。你知道这个南传的那些和尚僧侣他们冷的时候他们就关那个火，好热好热好热。那他们热的时候就关那个冰啊，好冷好冷好冷。
你知道我们的脑袋一次只能够有一个想法，一次只能有一个想法。当你在觉得冷的时候，你故意去想那种很热，热到你流汗的热，请问你的大脑，它要去反应你感觉到的冷，还是要去反应你现在正在塞进去的热？好热，好热，好热。它是要反映你塞进去的热啊。所以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自己去克服。你让大脑忙着热，它就没有办法反应冷。那也可以把你那种去爬山勇敢的画面连接到你在办公室里面冷的画面。一切唯心造啊！我跟你讲，这是大脑造作的结果啊，不是神经的疾病。好，台南的朱小姐，好，这个珠宝的朱小姐，她说儿子21岁意外往生，常常会梦到他，那梦到他的样子都是小时候的样子，而不是他21岁的样子。OK， 那当然啦，你小时候跟他有很多这个回忆嘛，那些照片都在大脑里啊，那就拿出来看啊，拿出来交流啊，这没有为什么啦。那你说为什么没有梦到他这个意外那时候的样子？这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了我可以这样子讲啊，你今天做梦他只是有什么东西他就拿出什么东西来，桌子上有什么纸张他就拿出什么纸张来写故事的。你的脑袋里面一大堆你儿子小时候的这些画面，那你想要做梦的时候就抽一张出来。这一张刚好大部分都是他小时候的画面。那如果你现在要看他长大的画面，我教你一个办法，你睡觉前你就给自己题目嘛，你就闭着眼睛，故意想他这个20岁、19岁那个时候长大的样子，然后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就会有机会比较高，会把这个问题拿来做梦。给他下指示就对了。桃园的刘小姐，OK， 好 ，OK， 她有来看我的门诊啊。刘小姐说因为方医师病患很多，不好意思占用我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有些问题没有问清楚了她说如何用图像思考画面来缓解情绪好，如何用图像思考？像刚刚我讲的那位怕冷的先生，那他在办公室已经在发抖了，已经在畏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赶快把冷气调高，穿上大衣吗？没有，你就想那个很热很热的那个画面，让自己都觉得好热那你说这个东西你不太会做，多做几次就会做了啦。然后呢，你很胆小，你很怕冷，那是你的弱点，就把你的很会爬山的那个画面拿出来用啊。然后我爬山好勇敢我一直看我爬山的样子。那我平常呢就做我在办公室里面冷到发抖的画面，那接下来做我爬山好勇敢的画面，然后再回来怕冷的画面，勇敢的画面，这样子交替练习几次，我跟你保证你每次冷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的连接到你勇敢的画面，那这件事情才会慢慢的化解。否则你一旦不断的练习那一个怕冷你只是大脑里面越来越巩固你是怕冷的这个信念，这个迷信不会被消除台北的方小姐，这个方是有草字头的方第二人生无我的服务社会的前提，是否需要衡量自身的能力？如果真的自顾不暇，是否先顾好自己，不要成为家人或者是社会的负担，然后造成社会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是这个样子你先能够照顾自己，才能照顾别人但是也要反过来讲，你一直要照顾自己，你反而照顾不了自己，怎么会有这种话呢？没有想到，你把注意力、时间都用在照顾自己，然后就
自己就照顾好了。你钻牛角尖照顾自己，你反而照顾不好。我们人生有时候遇到很多创伤，然后无法排解，不管用什么图像疗愈法啊、干嘛的啊，都无法排解。我们身体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痛，无法排解，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不是你努力就可以改善的呢，不是你怎么样努力就会没有病痛、很舒畅的，你一定要受苦的呢。那这个受苦要减少它受苦，就是不要太关注自己，让它就是这样，随便它了，认，不方便而已，不舒服而已。把你的这个人生第二人生的时间余力拿去关照别人，拿去关照别人，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余力对自己不能解决的创伤或者是症状痛苦钻牛角尖了。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很亲密的朋友，他本来要自杀了，就他已经准备好要自杀了，结果他说这个班费还在他这边，万一他自杀的话，会不会被人家怀疑卷款潜逃啊？所以他那天晚上发现自己还没有安排好，班上的班费还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杀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帮助别人、帮助到自己的事情。专注在班费上，专注在钱上不行。因为他身上有班费，如果他没有先把它处理掉，他自杀了，人家还以为他卷款潜逃了，所以他不能自杀，至少今天晚上不行，他必须要把班费先处理掉。交出去。所以你如果一直关注别人，你就不会一直钻牛角尖，这样反而会让自己舒畅。这一点很重要，在佛家里面他也是这样讲。你去做社会服务，你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是为了拯救自己。你知道为别人活是拯救自己，为别人死是光荣自己，这样知道吗？所以一切都还是自己。所以佛陀是不太鼓励为别人去做好事的，这样理解吗？佛陀不太赞成一心一意，因为你很有钱很有能力，所以你的第二人生要出去外面张扬做好事，这样子只会更自我，这是有毒的啊，有毒的有毒的好事所以整个《金刚经》其实在劝这些想要做好事的人大菩萨说，不要为了拯救别人去做好事，为别人做好事的这件事情真正最得利的是自己，也就是为别人活，拯救自己，为别人死，光耀自己。好，台北市的美美小姐，说她有灵跟体的分离感。她说她自己在做事感觉自己好像是局外人，事不关己，看自己在做事，有这种不真实感，这样子有没有问题的？如果以这个修行来讲，这算是很高的德性能够自己看到自己在做事。比如说自己讲一些提高人设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心一意都为了公司，那我都不会想自己。我跟你讲，如果你借一个镜头在看自己讲这些话，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在装啊，你在演啊，你在推啊，自己看到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会警惕，然后会改善自己，这个是好事啊。但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是有一点自我解离，好像思觉失调症一样，说这个我好像被灵魂附体了，然后我做一些这个奇怪的事情，那个人不是我，有一个人在做的，不是我做的，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大脑里面是不统一的，里面的神经纤维不好，有人搞独立的，这点是要很小心那种高级的看自己的那种修行，跟那种思觉失调开始自我独立，这是完全不同档次的这是你要注意台北的阿皮小姐，她说她现在已经58岁了，那我妈说我婴儿的时候很乖很安静然后听方医师说童年心理学安全依附很重要那她的医生缺乏安全依附，
那现在58岁了，可以靠写作来增加安全依附吗？哎，来弥补吗？哎，你这个我这个到58岁的我有瑕疵啊。小时候呢，安全依附不够，让你不够勇敢，让你呢不敢自由的去冒险探索，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嘛，然后常常会莫名其妙焦虑紧张，那就认了，就结案了，就当做破产了，当做买的股票烂了卖出去了，有人舍不得卖嘞，觉得他有一天还会再起，这个就等不到了，所以就卖了，就宣告破产。不要再去说我要弥补他的不足，你进行你的第二人生啊，第二人生就无我了啊，第二人生不是第二个我嘞，第二人生就是无我，没有我，不要再去经营一个新的我了，不用再去说为了要第二个我，我要有安全感，还要去疏通朋友的关系，然后干嘛的？那个不必要，你过去就过去的，看到就好了。台北的菲菲小姐。他对于未知容易产生负面的画面，未来产生负面的画面，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负面呢？看到未来都是负面的，怎么可能呢？老天爷对你特别不好，会这样吗？你对未来是什么？是正面还是负面？乐观啊。你是正面的。对啊，股票涨到爆啊。过度正面，没有理由的正面，跟这种过度负面，没有理由的负面。都是同样的情况，老天爷他懒得对你不好，老天爷也懒得对你好嘛。我们每个人去担的事情是一样的，担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一定会不好，一定会负面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有什么愧疚感吗？一定要被处罚吗？觉得说我不值得这么好，我曾经做过坏事，那我有很大的愧疚感，我应该未来都要被处罚的，我不值得幸福，有没有这种负面想法？我辜负了一个对我纯情的爱，所以我一辈子应该要受苦，是不是这样想？所以第一个你要问你为什么你一直要让自己受苦的那个心理动力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个需求要受苦？为什么？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再跟我们联络。好，屏东的寇小姐，她说有同样一个梦境，不同的日期，同一个梦了2次啊。她看到别人被杀呢，那她还看到那个凶手眼对眼呢，而且还跑过来呢。那半夜她就醒过来，流冷汗，然后心跳直冲到100。她做梦不是她个人的体验，为什么会梦到不是个人的体验呢？方医师不是说做梦都是随手拿他以前的体验吗？那拿来做一下梦就好了，怎么会梦到没有那个呢？那是因为他看电影看太多乱做梦吗？这么会编剧吗？其实你是做到别人的梦，你是做到别人的梦。根据荣格荣格的理论我们人类有一个祖先的资料库。有时候你睡得很熟的时候，你不仅是从自己的抽屉找答案你还从人类祖先的资料库去找一些资料来做梦所以我说你做到别人的梦，好不好？我们常常梦到怎么被追杀啦，被干嘛的那都在人类祖先的资料库里，那你拿来做而已，你就当做欣赏就好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里。那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自闭症，那自闭症其实是有很多误解。方医师把这个第1集先跟各位分享，下礼拜有第2集。那我们搭配了最新的时事我们柯文哲柯老师柯 P 那柯 P 不是什么坏人他连使坏的能力都有限，但是柯 P 自以为是的这个障碍然后大家看戏的心态，让台湾这10年演了这一场戏
我也是被卷进去的。哦，那大家不要浪费一场灾难，就是丘吉尔说的哦，我们不要浪费一场灾难。这不仅是柯 P 的灾难呢，这也算是台湾整体的一个灾难呢。哦，我们靠嘴炮就可以过日子，这个灾难呢，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然后大家得到经验，不要重蹈覆辙，否则第二个柯 P、第三个柯 P 哦，千万个柯 P，真的他又要跑出来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要汲取这个教训，用心理学的角度看清楚，然后就不会再上当。那第三个就回答这个问题。那最后呢，这个各位观众，这些不管是身体的症状、心理的症状过不去的，吃药也好不了的，那不如用图像疗愈法来试试看，哦，那自己来疗愈自己。所以9月26号有机会也可以来参加方医师的图像疗愈讲座。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分享，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不要一直在看电视，好不好？好，谢谢各位。